萧老爷和萧夫人已经在堂屋坐着，等着他们二人过来。这对老人家板着脸，心里有些不愉快。周家现在可是了不得了，整个云州城闹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都折腾了这么多天，两口子都不知道一同上门来见见他们两个老人家，这是个什么意思啊？周泽勋、江成雪一踏进屋里，萧家两位老人眼眸一动，萧老爷已经心软了，但面上不动声色。我的孙子啊，你怎么变得这么黑了？周伯禄两口子是怎么照顾你们的？外祖母，我和雪儿都没事儿，就是最近在外面吹风吹多了。恩师和乳母两人对我们俩是极好的，外祖母不要担心。外祖父、外祖母，我们带了些菜干、鸡蛋、豆腐过来，请外祖父、外祖母尝尝鲜。真好。外祖父、外祖母，雪儿之前身体不适，没有跟相公一起来拜访二老，希望二老不要生雪儿的气。你身子现在可好些了？回外祖母，现在已经痊愈了。那便好，你呀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好好将养起来。我听说这些日子你时时跟着阿勋在外面到处跑，这样可不行。女人啊，少抛头露面。你瞧瞧，你都把你相公照顾成什么样子了？外祖母，雪儿将我照顾得很好，我就喜欢她时时在我身边。你这孩子。外祖父、外祖母，我与相公这次去京城得到了一件宝贝，特地来献给外祖父和外祖母的。300年的老人参，我和雪儿商量过了，外祖父、外祖母对我们恩重如山，无以为报。这人参理应献给外祖父和外祖母。老天爷，这……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老的人参，想也不敢想。这人参珍贵，当真要送给我们？外祖父，这是我和雪儿一起送给萧府的，因为萧府对我们家照顾有加。这人参，外祖父、外祖母你们就收下吧。孙儿现在长大了，能够独当一面，也能好好的过以后的生活。以后请外祖父不要再为孙儿操劳了。你的意思？外祖父，这次叫娘亲从宫中接出来，以后我便与那个地方再无瓜葛，从此以周泽勋的身份存活于世，希望外祖父成全。你想做什么？萧老爷觉得糟了，这小子要脱离控制了。外祖父，我以后只想为商，踏踏实实过日子。为商？荒唐！你这是自甘堕落。你堂堂一介龙子，竟要主动去做个地位卑贱的商人，荒唐至极。不荒唐，外祖父，我们只是为商，不偷不抢，能活好自己，还能为百姓造福，这样不是挺好的吗？要说荒唐，亲子离间，兄弟相残，岂不是更荒唐？不像话！男人们谈正事，女人不许插嘴。外祖母，我们虽是女人，但您总不可能看着好不容易救出来的外孙重新去送死吧？反正我的相公，我不会看着他跳入火坑。混账话！什么叫跳入火坑？阿勋他流着帝王的血，那个地方才是他该去的地方。外祖母您说的对，阿勋他流着帝王的血，既是如此，我认为他自己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不需要被任何人所要挟。你是说我们要挟你相公了？外祖父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我相公的亲爹来了，也不能要挟我相公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胆大包天，如此口无遮拦，粗口狂妄，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商户之女果然粗鄙不堪，上不了台面。外祖父，我与雪儿乃是同道之人，他若上不了台面，我更加进不了皇族。我这性子几条命也不够死的，我二人这般就挺好。你们今日来就是气我的。外祖父息怒，孙儿不是故意气外祖父，只是实话实说罢了。孙儿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回来，不想又回去交代在那个地方。两个老人家不再说话，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在认真思考他的话。堂屋里面一片安静，过了一小会儿，周泽勋再次开口：外祖父，
恩师周伯禄夫妇二人这些年一直照顾孙儿，功高劳苦。孙儿想从今往后照顾恩师如母，为二人颐养天年，希望外祖父答应。两人见状也不愿意再继续气两位老人家，于是赶紧告辞离开。希望不要将两位老人家气出个好歹才是。不会，外祖父和外祖母身体健壮着，而且就这么着就气出个好歹，那他们就更不要去想将我往那个位置推的事情了。而这两人离开之后，萧府的两位老人家在堂屋坐了半晌。老爷消消气，别气坏了身体。这两个孩子真是不懂事。罢了，走着看吧。那这人参收起来吧，找个信得过的大夫帮忙瞧一瞧。这江家的女儿以前没瞧出来，这短短2个月挣了点钱，说话就这么没大没小了。以前见这孩子还怪惹人怜爱的，今天怎么这么失礼数？你想想那个江元柏，他这个女儿虽不随他待见，恐怕最随了他的性子。走在大街上的江成雪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着凉了吗？不知道啊，估计是被人念叨着了。不是说还要送外祖母一根人参吗？以后再送。你看今天我们把两个老人家给气成啥样了，以后不得拿东西哄哄吗？哦， 2个喷嚏而已，没想到还有一系列的后遗症，现在已经开始头疼、嗓子干、流鼻涕了。见江成雪真的病了，杨氏赶紧让隔壁大妞去找梁阿楚过来。梁阿楚急急忙忙地赶来，开了药方。周泽勋又急急忙忙去朱大夫的药铺取了药。回来之后，杨氏便张罗着把中药煎了起来。姐姐就是累了，人一累就容易得病。不过我们现在药材齐全，不会有大碍的。累了？他没觉得呀。不过潜意识里面的事情很难说的。阿楚，伯父决定好了吗？是说铺子的事情。那就好。我们手头的铺子，除了已经挂上我们自家门头的，伯父都可以挑选。包括现在正在施粥的那10家铺子，等这一节过去了，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我爹看上了之前宋家的那个铺子，虽然老旧一点，但是原本就是药铺，现在拾掇就能直接用。这铺子也不大，我爹一个人再加1个伙计就能照顾过来，剩下1个伙计，爹说要是姐姐这边能用得上的话，就让他跟着周家。太好了，没有问题。那铺子正好也空着，伯父现在就可以着手拾掇了。收拾好之后，我这边会送药材过去。真的可以吗？可以，先把铺子开起来，后续的工钱薪酬等我好了以后再商量。谢谢姐姐，那我回去就给我爹说。阿楚，有没有什么中药不生病也可以吃的？最关键的一点，味道要十分苦。不生病干嘛要吃药呢？是这样的，粮食本就短缺，偏有贪心或者心怀恶意的坏人从中捣乱，让短缺的粮食进不了真正需要粮食的灾民腹中。我在想我们干脆在粥里面加点中药，让粥的味道变苦。我看那些人还要不要来跟没饭吃的人抢饭。是药3分毒，不过我觉得姐姐这个方法很好，只要剂量不大，喝个1次、2次、3次，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有不适的话也能很快自己缓解，只有长期喝才会出问题。我觉得黄连就很合适。中药治病，剂量和配方很重要。黄连味苦，如果只求味苦的话，很少量就能达到效果。我就是害怕那些没饭吃的也被这个味道给吓跑了。那就用最轻的剂量，人群中还有孩子呢。这样吧，给孩子的粥和给大人的粥分开来准备。两人说定，梁阿楚回去找他爹商量一锅的量用多少黄连。江成雪这边则要准备黄连，想了想，这东西不能自己出，直接找张大人去想办法，自己出点子，朝廷出银子。阿勋，这几日我们离开云州城一趟吧，往南边去。好，正好云州城现在的局势都稳定了。下次去见张大人的夫人，可以带一点牛肉干，再带一点胡萝卜糖。这些事情明天再讲吧。娘子，
我们赶紧歇息了。一番折腾之后，又爬起来洗漱。你明天约你三娘和弟弟做什么？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啊！江元柏该从云州城退场了。打算让他们母子两个离开江家。以后呢？让你三娘跟着我们一起吗？我们在城中有这么多铺子，给三娘母子两个一间就是了，足够他们生活了。听你的，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弟弟究竟想不想离开他爹。所以我把他约到明天见一见，看一下他的意思。阿勋睡着了没？声音含含糊糊的，可能还有3分的清醒，不过一点也不影响手脚乱动。江成雪早上没出门，就在隔壁喝豆浆吃豆花，看着大家磨豆腐熏豆干。2个4岁的小豆丁也在院子里笑闹，比不久前的他们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活泼爱闹，充满了生机。森姐、冰姐，青松和小磊要不要准备去学堂啊？不去学堂，那现在是什么人呢？还想着去学堂？不过他爹教着呢，认得几个字以后，要能做个账房先生什么的，也挺好。青松他爹罗玉章读了一辈子的书，到头来连个秀才也没考上。你们家男人每天忙，有时间教他们吗？孩子还小，每天教几个字就行了，忙得过来。这个事情我再安排一下。王家兄弟2个也在学习，我安排他们和2个孩子一起念书。内院的5个先生啊，每天轮流着教半日。啊，江娘子，这怎么好？雪儿，阿尚说你想见我。柳氏有点紧张，又有点激动地抓住江成雪的手。江成雪拉着柳氏坐下，柳氏的眼睛这才落到周泽勋身上。这男人是谁啊？他还真没见过周泽勋。三娘，是我相公周泽勋。晚辈见过三娘。就是你相公呀？是啊，三娘好像还没有见过我相公呢。是没见过。雪儿真是嫁了一个好相公啊。三娘晚些回去不会有麻烦吧？不会，那个唱戏的女子生下的孩子才满2个月，一直由大房照顾着，她完全当自己的儿子，心疼得紧呢。老爷前几日也南下去了，我在江府还算自在。若是如此，三娘怎么会显得有些疲惫呢？雪儿，你是个有福的，总算是苦尽甘来了。三娘，你还没说呢，既然在江府过得挺自在，怎么精神看着不太好啊？雪儿，你帮三娘想想办法。你说把阿尚送到京城去念书好不好？送去京城也没用啊，如果他真的要对阿尚不利，只要阿尚身上还流着江元柏的血，他就不可能放过你们的。随便请个人制造一点意外不就行了？那我还能怎么办？三娘，实话给你说，江家呀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跳不了多久了。我来呢就是给你提个醒，趁早带着阿尚离开江家吧，无论是休书还是亲子断绝书，你自己看着想办法。还是说三娘还是希望留在江家？如果你们打算继续留在江家，我也不拦着，只是江家很快就会落败，到时候你也可以选择继续跟着江元柏吃苦，或是让江元柏解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你现在做出选择，不仁不义的就是江元柏，等到他落魄了，你再选择离开，那你就得背上骂名了。容我好好想一下。柳氏慌乱不已，越想冷静越无法冷静。柳夫人，有位小少爷找您。让他进来。进来的正是江宝上。江宝上规规矩矩地见了姐姐姐夫。阿尚，孟家私塾先生很严吗？我怎么见你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啊？他在孟家私塾一直都过得不好，那私塾里面都是有头有脸人家的孩子，个个都瞧不起他。阿尚，是娘没本事，让你受委屈了。和娘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好。江成雪叹息一声，
气氛有些压抑阴沉。周泽勋赶紧转移注意力：“雪儿，你不是有话要对弟弟说吗？”“是，阿尚，我刚才给你娘说了，让你娘带着你脱离江家。这个事情你怎么想？你敢和江原版断绝父子关系吗？”我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我出来。如果你爹休了你娘，你选择跟谁？你对你爹还有幻想？不是，爹会休了我娘吗？为什么？不是你爹会休了你娘，你娘要争取让你爹休了他，因为江家快完蛋了。快完蛋了？对，江原柏害死我娘，我就让江家付出代价。你自己选吧，要么跟你娘一起脱离江家，我给你们安排生活，或者你今天回去就跟你大娘告密，就说我江成雪要对付江家。我和我娘从江家出来，大娘他们欺负我们的话，而且你也能保护我们吗？可以。那我跟我娘在江家的日子我受够了。而且你会怎么对爹呢？犯法的事情我不做，不会要了江原柏的性命，就是让他尝尝什么叫做背叛，让他一无所有。柳氏母子两个听懂了，又什么都不懂。两人跟江成雪在房间里坐了没多一会儿，将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便起身告辞。阿勋，你说离了婚的女人还能出嫁吗？可以吧，只是二嫁就不能有太高的要求了，聘礼什么的就不要指望了。周家店就有个男人娶的二嫁女，对方带了个孩子，一分聘礼都没要。具体我也不清楚，可以回去问问娘。你在想什么？我就是觉得陆先生人挺好的。啊？算了，我什么都没说。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他也想得太早了。江成雪回家后，真的问了杨氏关于寡妇和二嫁女再出嫁的事情。只有那些讨不上老婆的才会要这样的女人，寡妇那是克夫的，否则她上一任相公怎么就没了呢？二嫁女也不行，你想想得差成什么样才会被夫家给赶出来？要不是实在讨不上老婆，很少有男人要他们。看得出来，寡妇和二嫁女不仅男人嫌弃，连女人也嫌弃。雪儿，你问这个做什么？我今天见三娘了，我让她从江家出来。啊？你这不是害人家吗？不过又想想江家那德行，好像也不是害。哎呀，左右都不是啊，可怜的柳氏。我还叫她把我弟也带出来。啊？能行吗？一个女人自己照顾好自己已经不容易，还要养个孩子，而且孩子也要跟着母亲一起被骂呢。我想好了，等他们出来，我就给他们支持一间铺子，让他们啊自己当掌柜，自己养活自己。那你可得多帮衬一点，他们又是女人又是孩子的，脑子没有你们好使，肯定要被人欺负的。放心吧娘，他们母子两个敢出来，我们周家就敢罩着他们二人，看谁敢欺负他们。一直到晚上，周伯禄才回来。吃完了饭，杨氏便嚷嚷着让春芽和阿通回自己屋去。当家的，老爷那边说什么了？老爷问我的意思，我也说明白了，以后我就不随便去萧府那边。老爷最后还是同意了。哎呦，太好了！外祖父他以后若是为难你们，你们都往我身上推便是了。我明白。娘，这下好了，我们是一家人。是，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对了，爹娘，我和雪儿商量着，最近几日要离开云州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要辛苦你们了。你们又要走，去京城？你们准备去哪儿？南下，我们想着趁着春耕之前弄一批种子回来。种子？好。不过这事儿也不容易，良种没那么好找，大家都饿得慌呢。遭了旱灾的地方，谁家还会留着良种呀？两人看周伯禄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担心。爹，没事儿，大不了我们就往更南方去，还不信就找不到良种了。而且我和阿轩的运气向来是很好的。当家的，你就听他们二人的吧。阿轩和雪儿运气就是好，逃个荒都能碰上一群鸡。
各自回自己那屋。江澄雪两口子自然还是到空间里面去洗漱，洗漱完又是一番折腾。江澄雪摸摸自己的肚子，有点担心。明天不做了，我近2年不想要宝宝。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再等2天。阿勋，我想找知州夫人一起合开女医馆，你觉得如何？为什么要找知州夫人合开？分散风险啊，我想弄一个大场地。准确的说呢，是弄一套大宅子。这么一套大宅子应该要花不少银两。我想我们出一半，让知州夫人出一半，这样就能减轻我们的资金压力。另外呢，知州夫人跟我们合作，其实就是张大人跟我们合作，钱不能我们一家挣了，免得其他人眼红。找了张夫人做合作方，他们再眼红也没办法呀。如果有个什么事儿，张大人那边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再说了，张夫人在云州城的女性地位最高，云州城的夫人小姐全都得以她为首，她就是影响力中心呐。那些夫人小姐得知她开了这个女医馆，也会放心前来诊治，都省得我们费力气去宣传拉客了。你说是不是找张夫人合作很划算？我们这边是没有问题，就不知道张大人和他夫人那边怎么想，愿不愿意做这个生意啊？也是。明天去试试，这种局势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我们也可以悄悄和知州夫人合作，至少可以减轻经济压力。雪儿，你多陪夫人说些话，我晚些过来接你。江娘子，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随便坐吧。夫人，这是江娘子和周小先生带来的。哦，你之前就说要给我带糖吃，这罐子里装的可是你说的那宝贝糖果？是啊。哎，这味道好香啊。夫人，你看，我从京城带回来的牛肉干，你快尝尝，可好吃了。油旺旺的呢。啊，我去拿2双筷子来。这牛肉干拿筷子吃可不好吃，直接用手拿就是啦。罗妈妈，你也尝尝，这样的牛肉干我还是第一次见，不是炒牛肉吗？夫人，江娘子送来的这牛肉干真是别致啊，与以往吃过的都不同。老婆子显然与张夫人关系密切，张夫人吃过的，她也一定都吃过。是，我也是这样想。哎呀，真是馋晕了，这么贵重的礼就让我吃进肚子里了，老爷不许我随便收礼的。哎呀，这哪里是礼呀，就是我今天来找夫人说说话，顺便带过来的零嘴，大家一起吃的，不算是礼。也是。张夫人则吩咐罗妈妈午饭多添1双碗筷，留江娘子一起。你这小娘子找我还有别的事吧？有点事情。夫人，您今日是不是有些不适啊？我看你脸色不是特别好。哎，有些，外面刮风把我的头给刮疼了。你找我的事和这个有关？夫人，我认识个懂医术的妹妹，你下次若再不舒服了，可以找她瞧瞧。哦，我呀是想拉夫人做一个生意，我们一起开个女医馆如何？女医馆？你说说这个女医馆要怎么开，能开得起来吗？将自己的想法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张夫人听闻，明显是被吓住了，一脸深思。你说的这也不全是女医馆呀，又说是要看病，又说是要美容，还说要辟一间堂子教导女弟子。她听着，这是不是要搞个女儿国出来呀？对，不仅仅是女医馆，总归啊都是为女人服务的。夫人，您只要入伙，参与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生意，是一系列的生意呢。我相信一定会挣钱的。你要我如何做？夫人不用做什么，这女医馆由我来经营，方方面面都不需要夫人操心，只是需要投些银子。我家老爷不参与这些事情，我自己也没多少银两。这女医馆开起来一共要多少银两呢？场地的费用是大头，有了场地还需要至少半年的准备时间，还需要招纳更多的女子。我想着我们一开始至少备个5000两银子吧。夫人，
您这边能出多少呢？这么大的事，你容我好好想想。另外，你可别太指望我手头没有多少银子的，且不一定能做这个事情。夫人，您出多少银子都没问题，不够的我们周家能够想办法。你们还怎么想办法呢？别忘了，你们还欠着我家老爷1000两银子呢，继续问别人借。这事儿悬。午饭由下人端到屋里来，2碗清粥配1小碟腌菜。将就着吃点，我们府上目前也只有这个水准。我一直以为知州大人府上肯定是3菜1汤的配置，张大人真是清正廉洁的好官啊。那可不嘛，我们老爷是个好官儿，从来不干贪污受贿的事儿。云州城能够度过这次的大劫，多亏了张大人。不能这样说，这还是多亏了你们周家鼎力相助。饭后，下人来通报说周泽勋来接人了。张夫人让罗妈妈抱来1罐腌菜。我们府上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腌菜是罗妈妈亲手做的。我刚才看你挺喜欢吃，带一些回去吧。我尝了你们家的糖果，叫你们家人也尝尝我们家的腌菜。谢谢夫人，我就觉得呀，这个腌菜味道好极了，本想着讨个腌菜的方子呢，可惜现在也没有菜可腌。再过段时间你再来找罗妈妈要方子就是了，再不行让罗妈妈帮你做一缸就是了。那就说好了，到时候我可是会真的上门的。张夫人答应了吗？张夫人没有直接答应，但我看她是有些心动的。这事情我们就先不管了，估计啊要等到局势明了了，她才能下决定吧。我们就别催了，让他们慢慢考虑吧。那让张夫人他们帮我们选宅子的事情，她答应了吗？我没跟她提这个事儿，因为我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我想把江家的宅子收回来，做这个事情。江家有那么大的宅子吗？就用江家，到时候将我娘住过的院子改成祠堂，将娘的牌位啊供奉在里面，其他地方都可以拿来用。周泽勋让周伯禄明日就赶紧拿着莫州那边的地书去衙门换土地。萧府那边既然已经放人了，周伯禄和杨氏以后就是自由人。我还不知道爹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姓萧。萧？原本是姓郑，后面入了萧府，萧老爷见我独身一人，便赐了我萧姓。这样啊，爹，你想用哪个姓呢？郑姓是他的祖姓，萧姓是萧府对他的恩赐。周伯禄不说话，整个屋子就都安静地盯着他。我觉得，爹，您还是改回姓郑吧。姓萧的话，总叫一些人误会。爹，我觉得雪儿说的对，还是改回正姓吧。这本就是你的祖姓，而且也不易让人怀疑。好，我原本叫郑夫人，我这次把姓氏改回去，就改成郑伯禄吧。正通，正通，正通，正通这个名字真拗口。刚才改名的时候，爹你真应该重新给我取个名。改成郑二狗。那还是算了，我哥怎么不改呢？叫郑泽勋。你这孩子怎么比周家店那谁家的婶子话都多？你哥呀就叫周泽勋，不叫郑泽勋。爹，娘，事情办得顺利吗？很顺利，分到的田地就在云州沛县，离我们这里也就30来里地，一整块足足的30亩地。我们郑家也有属于自己的田地了。还有高兴的呢，粮食送来了，我们自家留了3袋，放进地窖去了。那里的3袋呀是欠衙门的，这下就不欠了。还有这样的好事儿，这个叫什么双喜临门。之后2日做了一些准备，给周氏药铺和朱记药铺留下了足够多的药材，又给朱掌柜的小儿子送了几桶水过去，还去萧府告了别。外祖母，我们这次轻装上路，带2个人就是了，带多了人容易惹眼。带2个人是几个人，多带些好，也没个有主意的跟着你们，出门在外丢了都不知道。外祖父、外祖母请放心，我和雪儿会小心的，一定不会有事儿。阿旭、雪儿，你们放心去做你们的，家里有我看着，出不了大事。
爹娘，家里又得辛苦你们了。有解决不了的事情，直接去衙门找张大人就行了。张大人一定会帮衬着我们家的。好。大哥嫂子，你们几时回来呀？怎么了？我想着水生到时候来提亲的时候家里人都在，你们说个时间，我让他等到那个时候再来。哦，二姐，水生哥终于要娶你回家啦！你别嚷嚷，也不知道害臊。我们尽量早些回来，也就1个月左右吧。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并不是大问题，只要离开云州城，随便找个地方浪一圈回来就是，并不是真的去找良种。良种他们在空间种植就可以了。他们这次只带小五和大妞出门。阿勋，我们这次回来就给孩子取名吧。不用等到回来，现在就可以开始想，想到一个就写在纸上。对，然后捏成纸团，让孩子抓阄。回周夫人的话，在下萧贺。萧老爷派我等暗中保护公子与夫人南下。你等？我兄弟一共6人，早公子夫人半日出发，在前方打探路况。我是专门留在客栈中等你们前来的，其他人已经在前方。江城雪有些无语，又有些沉重，当然了，还有一些感激和感动。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对这个孙子依然是很关心。吃饭的时候忘了和萧贺等人说，让他们帮忙将今天租下的宅子帮忙收拾了。等把那宅子收拾出来，就把火烧起来，买到的猪牛羊就先养在那里。这空间我们再找人进来，该修整修整，花个几日时间将空间修整完毕，再把猪牛羊养在空间，到时运回到云州城。明天告诉萧贺等人，我们不继续前进了，就留在景州，让萧贺派人回外祖父一声，顺便将云州城的消息带回来给我们。这期间至少要10日的时间。剩下的5人呢，请4个人代替我们去一趟柳州，让小五跟着他们一起看看柳州那边的情况，顺便尽可能多的搜罗种子回来，以后可以用在空间。娘子，我们回去睡觉吧，为父困了。什么人？这是周家宅地，不许随便出入。车里的江城雪一愣，萧贺不是说周家没事吗？各位大人，在下周泽勋，请放我们回家。原来是周公子，你们可算回来了，这云州城又出大事儿了。老爷夫人，周公子和江娘子回来了。大哥嫂子，后面跟着的是郑伯禄、杨氏、郑春芽，都小跑着出来了。爹娘，我们回来了。然后便往屋里跑。不急不急，孩子一切都好。小朋友睡得真安稳，江城雪想抱一抱，又怕打扰他睡觉。嫂子，你和大哥回来就好了。那边周泽勋又回了车厢，将车里的东西一一往下搬。关在竹笼里面的2头猪，筐子里面的2头小狼崽子，还有在锦州城中闲逛时给郑伯禄买的好酒，给杨氏买的老银钗子，给郑春芽买的红布，给郑通买的笔墨纸砚，给儿子带回来的牛奶粉，给家里的白糖咸盐。你们2个受累了呀。孩子他娘，赶紧给弄点饭去。哎呀，老了就抓不住事儿了。阿旭、雪儿，你们赶紧坐着歇息。春芽，给大哥和嫂子倒茶水来。大哥嫂子，喝水。春芽这次又变回小姑娘了，才多长时间没见，就这么好哭了？没有，嫂子，也不知道怎么看到你们，我就嫂子，我姐是被吓破胆了，好多人来我们家抢劫，任何粮食都被抢走了，好凶啊！唉，这破世道，老天不睁眼，人自己还把自己往死里搞。阿旭、雪儿，我对不住你们，没收好家里的粮食和银子。江城雪离开家之前，留给家里100两银子，还有他自己存的那些银子，全叫那些匪徒给翻了出来。他们也没敢去争夺，人家人太多了，一个个红着眼跟要吃人似的，竟比逃荒路上遇到的还要凶残。他们2口子只能护着孩子，拉着春芽和阿通站在院子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银子和粮食抢走。隔壁2个院子倒是起了争执，但是让郑伯禄制止了，让自己人都住手，让他们抢吧拿吧，别把自己伤了。娘，说的什么话？
银子没了再挣，粮食没了再找，人没事就好，没啥事儿。家里都被砸了，那些人为了分银子，差点把房顶都掀了。别怕，以后没事了。那地窖他们也发现了？没有，他们把家里砸完了，就是没有发现地窖。地窖没事啊？我真是糊涂呀，做什么把银子藏在屋里头？我一开始就应该藏在地窖里。杨氏气呀，气得2天吃不下饭了。我和阿星还当是多大的事儿呢，这不是啥事儿都没有吗？娘，那点银子没了就没了，春芽的嫁妆我们再给准备就行，可不准生气了啊！气坏了身子，谁给我带儿子呀？哎呀，不气不气。春芽，你来弄饭，让我喘2口气。不气不气，那些丢掉的银子，我和阿勋翻倍补给你。哎，那不用，你这趟出门没有别的事儿吧？我们在外面一切顺利，该办的事情也都办了，剩下一些小事就让小五去办就成了。爹娘，外面那些官差是怎么回事啊？外面这些官差都是张大人派来保护我们的，这次抢砸就属我们家最严重。张大人念在我们对云州城百姓有功，专门派了人手在院外守着，亏了他们，这2日才安定下来。张大人真是好官，知道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护着我们。只是，要是能早点派这些官差来就好了。行了，你就别贪心了。我看你啊，要是把地窖里的也都全掏空了，你反倒没有这么心痛了。我们张大人听说周公子和江娘子回来了，让我来请2位上府一趟。爹娘，我们先去一趟张大人那里，你们吃吧，不用管我们了。那啥，要不要跟那边说一声啊？娘，紧张什么呀？张大人洞察秋毫，真要问我们的罪，早就派人去捉我们了。放心吧，张大人啊，就是找我们有事儿，说完事儿我们就快回来了。你个妇道人家就不要跟着瞎操心了。阿勋、雪儿，你们快些去吧，早点回来吃饭。郑先生，公子和夫人呢？我家老爷请他们过去。他们去衙门了，你们快些去追吧。2位不用担心，张大人会好好接待公子与夫人的。你们2人可算是回来了。在下见过大人，夫人。得，你2人就少来点这些虚的。你们2位小友可得帮老夫想想办法，这云州城要出大事了。大人，怎么说？张大人急道：你们还不知道，云州城没粮，上上下下都没粮，老百姓这次要饿死了。老爷，你慢慢说，他们2人才回来，对云州城的事情还一样都不知道呢。大人，您别着急，慢些说。现在城中有居心叵测者，怂恿百姓上京逃荒，京城那边又给老夫下了死令，无论用何办法都要把云州百姓留在原地，可又给不了你云州粮食，这岂不是要老夫把自己煮了汤喂给老百姓吗？老爷才多少斤粮，够喂几个百姓？是，要真能喂得活全云州百姓，老夫自己就把自己炖了。大人，薛家有多少粮食？2、3万斤是有的，这2日薛家也喊着粮食要用完了，城中百姓更是6神无主，有的人家已经收拾行装准备北上，老夫只能下令将北门封锁了，其他门大敞开，要去别的地方老夫绝不阻拦，但是离云州城最近的最富饶的便是京城，京城去不了，荆州走不到，好些百姓便去祸害下面村县，又抢又夺，云州如今是找不到一处安生的地方了。老夫这次再无办法可想，北城门也不知还能守几日。老夫一生无大功，却自认为没有对不起黎民百姓，却不想晚年名节不保，恐怕下了阴曹地府，也要被百姓丢入炭火中烧烤。江澄雪同情这位张大人，正要出声，便听到外面的下人通报，说是萧家老太爷来了。老夫去请你2位的时候，也派人去了萧府，没想到萧老爷亲自过来了，本该老夫亲自去拜访的，
张大人亲自为萧老爷看茶，萧老爷点头，目光落到自己外孙和他那媳妇身上。我们一路都有个疑问，云州粮库究竟烧毁了多少粮食呢？3位都是老夫信任之人，无需隐瞒。这次粮库失火，经过多番调查，其实并没有烧毁粮食。张大人看看厅中3人，萧老爷就算了，上次去找他时便将这个秘密说了，但这2位小友就有点老谋深算了。3位莫非都知道了？我与夫人一路往回赶，心中有很多疑惑，听到大人这样说，反而明白了。哦，你夫妻2人猜到什么了？我们一直想不明白岳大人为何而死，而我们夫妻为何会被陷害。现在明白了，岳大人的死并不是为了诬陷我们夫妻，只是顺便诬陷我们罢了。有人早就预谋杀他，只要他死了，南方运过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要如何处置便更加方便。我猜那押运粮食来的将近200人，应该有一部分是安排在粮库的吧。确实，他们一下来了这么100-200人，我也不能安排他们吃闲饭，哪有那么多闲饭给他们吃啊？就想着那么多粮食也得有人好好把守着，就安排了一些过去，谁知道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人的意思是，粮食并未烧毁，只不过是被人转移了地方，又做出被烧毁的假象。张大人缓慢又有些迟疑的点点头。既然如此，大人也不必如此忧心。既然粮食没有消失，只是丢了而已，那找回来便是。夫人之见。张大人看看萧老爷，又看看周家小两口，隐约察觉这2边关系有些微妙。小两口面色如常，淡定自若，萧老爷咋像有点在赌气似的呢？江娘子有所不知，虽然老夫也知道这粮食被偷走了，可要取回来，实在不知如何下手。丁大人的意思，已经知道谁偷走了粮食，且知道粮食所在何处。是，但是一切只是猜测，没有实证。老夫今日请萧老爷与2位小友到府上来，不为别的，就想请3位想想办法，如何助老夫度过此劫，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你们比老夫可有本事多了，之前的草药，后面赈灾的粮食，不知道还能不能弄到那么多粮食，将云州城百姓稳住。我们这次南下，正巧是去寻找粮食的，却不是为吃，是为了种。云州城如此这般，还是保住百姓性命要紧。只是粮食都是用银钱买来的，大人也知道，我2人欠的银子要是不按时拿出来，好不容易买下的铺子，这算什么事情？我张某人做主了，你们不能按时还上银子，不许任何人催促，更不许将铺子转手卖掉。若那么做了，我让他蹲1辈子大牢。等到危机过去，该是多少银两，让朝廷补给你们。哼，大金朝这般景象，也不知道朝廷还有多少银两可以补给我们呢？虽然现在这般，但咱们大金朝地广土肥，国库总会充盈起来的。2位的功绩，老夫定会原原本本、明明白白、丝毫不漏的呈向朝廷。张大人只差拍着自己干瘪的胸膛发誓了。谈话到此差不多就结束了。老夫便回去了，人老了，歇歇的早，告辞。屋里的人也不敢挽留，出门恭恭敬敬的去送客。你们2人不准走，陪老夫吃个饭。哎，好久不知饭滋味了。离开前，张大人不放心粮食的事情，再三询问。粮食很快就会运到，大人不必担心。他们家囤积了那么多粮食，应该有很多人把守吧？薛府以粮食多人少为由，跟老夫要走了那100多人的送粮队伍，又要了城中1/3的差役。他本不想给的，奈何武王爷的头衔大，势力强，明着说是为百姓着想，暗着其实是拿云州城的百姓压他。在没有彻底撕破脸前，张大人也没有办法。兜了好一会儿，小朋友才淡定地发出叭叭的声音。江承学很激动，看旁边周泽勋有点失望。你还失望什么呀？孩子先叫你。他可没叫我，是吧，乖儿子？江承学反应过来，这里都是喊爹娘，没有爸爸妈妈的叫法，难怪相公不激动。
我看着孩子就叫周顺和吧。不是说好让孩子抓阄吗？顺，天下大顺；和，家国和美。就这个名字最好。江承学本还想拒绝，周顺和怎么听着吧，土也说不上土，就是不够洋气，太普通了。爹，你觉得呢？这是个好名字啊，那就这个名字。只是不问问萧家老爷吗？不必，我们自己取就好了。既然你决定了大名，那孩子的乳名就我来决定。好好，谁也不准跟我娘子抢。结果江承学想到早饭端上桌，也没能想出来孩子叫什么乳名好。那就叫宝宝呗，我们叫宝宝都习惯了，换个名字宝宝还不认呢。你们再容我想想。吃了饭，郑伯禄就揪着儿子去找周大山一家，杨氏则煮了些粗粮喂马喂猪，又心疼又无奈。老天爷呀，你差不多就把这一茬给过去了吧。哎，别喂到后头没粮了还得宰猪吃。周泽勋和江承雪则出门去看看云州城如今的情况，陪同的是陆先生和罗玉章。昨晚上有些事情还瞒着他们，不仅仅他们的家里被抢砸了，他们的铺子也都被撞开了门，铺子里没有剩下的粮食，但还有些碎银，全部都被抢走了。抢走银子便罢了，还将铺子里面能砸的全都砸了，仿佛周家挖了这些人的祖坟似的。两人站在门户大开的铺子前，心情复杂。这门我们现在也找不到人来修，郑先生说那就先不管了。日后要修复这些铺子也需要一大笔银子。大家快去看看呐，有人冲衙门了。真的？真的。出什么事了？还能出什么事情？五王爷的粮食也吃完了，张贪官不放城门给大家活路。走啊，我们去把姓张的捉出来。人上头的时候啊，最没脑子，只要有人牵头，后面人就如同线上的蚂蚁，跟着就走了。两位东家，我们赶紧回，不要在街上滞留的好。阿勋，我们去看看情况。你们快回去告诉消息，把院门都锁好，我们去就回。好。等周泽勋和江承学赶到衙门口时，这里已经人挤人的将威严的衙门口围得水泄不通。1、2、3，1、2、3。最前方竟然有人喊着号子，10来个人抬着粗壮的木头，有节奏地撞击着云州城高大肃穆的红色大门，大门微颤，官威在此时碎成一地。很明显，如此有组织的事情绝对不是百姓一时兴起，而是有人计划好的。江承雪和周泽勋在人群后看了几眼，百姓的情绪被调动，红着眼睛喊打喊杀。衙门紧闭，也不知道是守备不足，还是张大人不想官民冲突，一个差役也不见。您二位可来了，我们家大人都快急上火了。一问之下，果然张大人派了人去请他们两个，估计是走岔了。大人，衙门要被撞破了。我知道，我哪能不知道？他们不在前面撞门，我跑到后院来干什么？哎呀，两位，你们的粮食何时能到？老夫这下真要被人抓去熬汤了。周公子、香娘子，你们快帮我家老爷想想法子。这样下去。大人、夫人，我们的粮食今夜便能到。今夜就到？你们可确定？确定。好啊，来人呐！大人，去组织人手，本官要出去。出哪里去？上堂，本官要去见那些闹事的百姓。张大人匆匆离去，张夫人担心自家老爷，告诉二人自便，然后也匆匆出了门。不会有什么事吧？应该不会，大人只要承诺有粮食，那些百姓就算再大的脾气，也必须压到明天再去发。放心吧，没事的。等了将近1个时辰，大人与夫人才相携着回来。离开前忘了留你们了，幸好你们还没走，暂时安抚住了，差点没把老夫生吞活剥了。两位小友，老夫再跟你们确认确认，你们购买的粮食是今夜到吗？是，千真万确。若真有粮食，老夫是否能有一份？堂堂一个州的知州啊，这混的都快把自己给饿死了。云州城民心不安，要稳住这个局势，一定要先把自己人稳住，稳住了官府衙役，才能考虑别的。大人放心，
不能叫大人跟官府的各位兄弟吃好，也不能叫你们饿着肚子执法办事。今晚运到，这样我还能派出些人手，早些让他们出城去接，以防万一。不必，我们二人也不知道这粮食何时到，从哪个城门进入，或是已经进了城，我们也在等晚上的消息。既然如此，明天早上我们该如何散粮？你们家铺子应该还能用，我多派些人手。这可怎么办？先前10家铺子也只够给难民发个粥，现在全城都缺粮食，没有个上百家铺子怎么发得过来呀？还有，你们出粮救济百姓，薛府那边恐怕会对你们不利。要是别人想对付你们周家，老夫敢拍胸膛给你们一个承诺，但对方可是武王爷的母家，这要怎么弄啊？要么你们周家不要露面也好，若有人问起，只提泽公子3个字就行了。周泽勋、泽公子都有个泽字，以前都没注意过。听说昨日知州大人承诺今日放粮，不知他要如何放？不过缓兵之计罢了。据我所知，昨日根本没有粮队入城。正好今天发不出粮食，就把北城门破了吧。志远，这个事情你去做，在王爷到来之前，云州百姓必须把京城的浑水搅和起来。是，祖父。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外头全是粮食，咋咋呼呼，成何体统？老爷，快到外头去看看呐！全城百姓都在捡粮食呢。怎么回事？不知道呀，老爷。早上一开门就看到满地是粮，现在都快被人捡干净了。哪儿来的粮？这是哪儿来的粮？薛老爷气得手抖，呵斥道：志远，你赶紧出门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是。1个多时辰过去，薛志远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城中大街小巷全都撒满了粮食，全城百姓倾巢而出，全都趴在地上捡着呢。祖父，周记粮铺开门了，我让人去看了，他们铺子确实有大米可卖，除了大米还有面粉、高粱米、小米。祖父，这街上的粮食莫非跟他们有关？此时此刻，知州张大人也在街上闲逛。好呀，这方法是真好。现在全城百姓都在忙活着捡粮食，人口多的捡粮食的也多，人口少的捡粮食的人也少，公平。大家都别捡了，我们到京城去，那里粮食多的是。京城的粮食也能在地上捡到吗？反正云州城百姓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要冲破云州赶往京城的信念一瞬崩塌。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儿子小名就叫石宝吧。石，通识，有完美之意，好名字，我们儿子就叫石宝。两人聊着儿子的名字，就看到张大人带着2名随从。不必多礼，不必多礼，本官今日也是来买粮的。两人赶紧给知州大人插个队，排到前头。当听说1升大米50文的时候，知州大人一时没有心理准备，嘶地倒吸一口气。大人该不会觉得贵吧？不贵，不贵。这个女子1升不到3斤50文，不贵，不贵。送走了张大人，见铺子生意井然有序，有郑伯禄坐镇，又有陆先生当军师，小两口就告辞离开了。转了个弯，直奔萧府去。背来的大米约有个小100斤，就让下人拿去处理。两人还未行礼，便被老爷子拦住，让他们坐下。外面的景象，我与你们外祖父已经听闻了。张大人这一招如天降神兵，精彩得很呢。此招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在是高明。张大人找了我夫妻2人，我与张大人商议半天，均没有得出合适的方法。这遍地粮食的法子是雪儿想出来的。哦，原来是雪儿想出来的，倒是不错。萧老爷子本还想让江澄雪回避，但他垂着眸，像是看不出老人家的意思。祖父，有话您就当着我们2人的面说吧，否则我回去还得跟雪儿转述一遍。罢了，她这第1任娘子能想出这样的法子，
倒也不算是个笨人。武王爷已经偷偷启程向京城方向来了，同时还押运着大批的粮食，看样子就在等着云州和京城弹尽粮绝，水深火热，他再从天而降，顺应天命，平混乱，救百姓于危难，再顺理成章成为国家之主。本来应该十分顺利，但现在估计不大顺了。武王爷一会儿绝不是轻言放弃之徒，恐怕还会铤而走险，而坏了他好事的周家肯定也会成为武王爷的眼中之钉，欲拔之而后快。阿勋，你最好不要与武王爷轻易会面，否则我怕他是无论如何也要置你于死地。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周泽勋点头，他的脸上保留着亲生父亲的影子。如今你与武王爷的梁子便结下了，你不动，他必动你。既然如此，不如抢占先机。我府中养着一批高手，可供你所用。我们现在就可以向京城传递消息，那一位无论如何顾及父子亲情，武王爷的做法也已经超越了他的底线。若他知道正法了叛臣逆子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勋，无论我们以前是否错罪，皆可一笔勾销，甚至你还可以搏一把天下。外祖父，我和雪儿早就决定了，请不要再逼孙儿。也许他的神态与语气太过平静，叫老爷子第一反应并不是震怒，而是震惊。外祖父、外祖母，阿勋先带娘子回去了。多谢外祖父、外祖母提醒。刚才听外祖父说府中养了一批高手，不知道能不能求外祖父借我们用一用。见他不说话，周泽勋也拱起手，请外祖父借我们一用。老爷，罢了，我这个老头子呀，什么也管不上了。你们要用就借你们用去吧，去吧，忙你们的去。我让萧贺跟着你们，萧府这些人你想用谁就用谁，就当是我萧某人也为云州城出了一把力吧。去吧，你们那儿的粮食给萧府留上些，我让人去铺子里买。外祖父见外了，萧府需要多少粮食告诉萧贺，我让他直接搬回来就是了。外祖父是心善之人，府中养着那么些的孤儿便是证明啊。之所以想要搏一把，只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事，如此大好的机会，任谁都想抓取一下。天时地利人和事，仅仅一字之差，结果完全不同。我就是人和事，但人不和合。刚才那会儿真吓到我了。雪儿，你要那批高手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偷啊！阿通，你不是摸鱼去了吗？摸什么鱼啊？水生哥他们全部都捡粮食去了，我喊都喊不动，我只好帮着捡了半天，到后面哪都看不到粮食了，他们还不甘心，满城到处乱走，我就回来了。那你们明天去吧，明天街上没有粮食捡了。明天没有粮食捡了？哪有天天下粮食这的好事啊？怎么着也要隔一天再下啊？你们还有多少粮食？不会就昨晚那些吧？这些可不够呀。大人，粮食的事情您不必操心，不过我们还是想要得到大人一个承诺。哦，什么承诺？说来老夫听听。如今云州城是否没有粮食了？这不是废话吗？这可不是废话，我们的意思是，云州城现在没有粮食了，是大人承认的事情，对吧？现在再出现的粮食都不归云州城，只归我们周家人所有。这件事情大人可承认？行了，别再卖关子了，你们要的老夫能给的就给了，说说你们要什么。多谢张大人。你先别谢我，说说你们要什么。也没什么，大人也知道的，我们小门小户的哪有那么多粮食救助全城的百姓啊？听说薛家粮食多得很，就是不肯发放给老百姓。我与相公呢就想去偷点儿。大人，我们能不能去偷啊？偷？你们要是能偷到就去偷吧。那偷到的粮食都算是我们周家的吧？大人不会反悔吧？你们的便是你们的，这事不必与我说。要说的，
这云州城上上下下，我们就只有张大人一个依靠，也只有张大人一个可信的朋友。我们还想着请张大人帮忙呢。哦，你们可有计划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一定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一旦打草惊蛇，我相信薛家那几百号人能够当晚就把我的北城门给拆了，然后赶着百姓上京去。我们懂的，大人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万全之策，只需大人到时候配合便是了。老夫需要做些什么？不需要，只需准备好人手，等我们消息就是。今晚上还散粮吗？不散，没粮食散了。好吧，快些偷吧。两人离开衙门回家，又说起了组建自家的家丁五夫之事。这件事情必须开始做起来了。这个事情外祖父有经验，我们可以跟萧府学习学习。现在又有了黄豆，就把豆腐也做出来吧。雪儿，这2日给你发豆芽吃。啊，豆芽呀，你快去发，我现在就想吃得很。你怎么跟阿通一个模样？说到吃啊，就比谁都起劲儿。娘，大家都想吃，就是他们不说罢了，是不是啊，阿勋？是，我也想吃得很。发，豆子都泡上了，等2天就能吃上了。说完吃的事情，又说到那些被打砸的铺子。现在全城都是闲人，找几个人干活还不容易吗？爹，咱们明天就到街上去找一些人，把铺子修理了吧。一人给1把大米，让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铺子都好好的翻新一遍。雪都化完了，小沙地村也该收拾了。现在不愁没人干活，只是报酬方面……爹，不必担心，粮食我们出得起，他们不要粮食，给银子也可以。我想着趁着这个时候啊，越多弄些人手越好，快快的将小沙地村给收拾出来。这不是个小事情，跟我们在村里建屋子不一样，要请专门的匠人去村里看情况，再画图纸，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详尽了才能动工。爹，我们太年轻，对这些呢也没有什么经验，小沙地村的事儿就由爹来主持，该请什么人，该买什么材料，都不用为我们省着，照着最高标准做就好。我们家都能支付得起，不能浪费了现在的机会啊。明日我就先找匠人去小沙地村，北城门关闭了，不让进出。明天我去找张大人，让他通融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事情总会过去的，薛家那边再有本事，也不过是一介凡人，也有耗尽的时候。阿勋，我们不种粮食了，外祖父不是说了吗？五王爷押运着大批粮食北上了，那些粮食我们都一起结了吧。好，只是他肯定不止押运了粮食，估计还带了不少人马，此事我们要从长计议。是。在那之前，我们得先让他们把偷窃了云州的粮食还回来。萧家的高手办事效率很高，晚上的时候就汇报已经得知情况。薛家粮食一共分了3处，薛府宅子里面藏了一小部分，多的2部分分别藏在云州城的一处酿酒坊和薛府名下的另一处空宅之中。公子，要我们如何做？你今晚就派2个兄弟去弄一些动静，但不要露身影，不要被他们发现，只要惊动了他们就立马离开。3个地点一同行动吗？对，切记不要闹大，也不要真的去偷，让他们紧张一下就行了。我们现在最怕的不就是打草惊蛇？阿勋，你这是何意？薛家守着粮食的这群人，现在呀就是神经绷得很紧，随便一点风吹草动，他们都会警觉起来，对我们很不利。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神经疲惫而变得迟钝，疏于防守。在下明白了，这就去做。江承玄预计着，给他们脱敏疗法3、5天就可以行动了。又让萧贺派人南下去看武王爷的行程动向。2人在城中转了一圈，5家粮铺生意火爆，这些天卖粮食赚了不少。看这情形，我们完全不必担心那些铺子后续款的问题。我在想去找一下其他的粮铺东家，这生意仅我们一家来做，肯定要出大问题。你是说怕其他人来捣乱？哪怕他们捣不出什么大乱子，一天搅我们的生意还是很烦心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阿勋，
你让人去把以前开粮铺的都集中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开个会。当然了，这些人里面不包括孟家的。孟家的人没来呀？没来。周家这是要我们来干什么呀？谁知道呢？晚辈感谢各位东家给面子光临寒舍，在下姓江，你们唤我江娘子就可以了。大家可知道我们周家请你们来做什么吗？不知。不知啊。我们是同行，你们卖粮食，我们周家也卖粮食。你们现在没有粮食可卖，我们周家有。这粮食的生意，我们周家愿意和大家一起做。一起做？怎么个一起做？我们周家有多的粮食，便宜卖给各位，各位再卖给老百姓。就是倒卖啊。对，算是倒卖吧。哦。本来呢，我们周家也不想把这些粮食让出来的，可这一切都是为了云州城的老百姓，只有养活了百姓，才有我们这些人的活路。大家说是不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从我们周家进货，我们周家只有一个要求，你们拿回去的粮不得自己随意定价，都按我们周家的来。给你的价格，精米100文，糙米90文，高粱米70文，小米70文，白面100文，都以斗计。江娘子，你说的是真的，莫要骗老夫。是真的，但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们往外卖的价格，精米150文，糙米130文，高粱米110文，小米110文，白面150文，都以斗计。以后这粮食价格可能上调，可能下架，我们周家都说了算。你们要是同意呢，就留下；不同意的话，那现在就可以离开了。那你们周家也是这个售价吗？那肯定是啊，你们卖的那么便宜，我们卖的那么贵，谁来买呢？我干。我也干。知道孟家的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吗？不知道。因为孟家和我周家不对付，与我们周家不和的人，我们周家也绝对不会对他客气，哪怕是孟家。生意人以和为贵，周家心地宽厚，一心为了云州老百姓，名声响当当，我们只愿跟随你们，怎么会跟周家作对呢？江娘子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做出有害周家的事情。又给每一家根据铺子的多少、铺子的大小限定了每日最多购粮的数量。放完了鱼，两人又在池塘边站了很久。我们给这个小池塘取一个名字吧，就叫玉湖。那这到底是池塘还是湖啊？又不重要，我也不知道池塘和湖到底有什么区别，反正有水就行了。那就叫玉湖，娘子要叫它海，我也愿意。你见过海吗？你知道海有多大吗？没见过，听说大的都看不到边呢。我也没见过。阿勋，等所有的事情都稳定了，小沙地村建起来了，石宝能走路了，我们就去看海吧。不仅要看海，还要去很多很多的地方，看看这个天下到底有多大，好不好？好。春芽支支吾吾，有点难开口。学生终于要上门提亲啦？什么时候？3天后，大山伯他们准备跟我们家提完亲就去村里了。天要开始热了，他们要收拾田地。哦，挺好的呀。哎呀，我们春芽终于要嫁出去了。嫂子，不逗你啦。嫂子，我有些害怕。哎，是害怕还是紧张啊？都有。正常的，嫂子当初也一样。女孩子离开自己娘家去婆家，肯定是又害怕又紧张。没有关系，大山伯一家不都挺好的吗？过去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你说，京城那位老皇帝对他这个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对这五王爷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很重要吗？不论是什么样的态度，他都绝对不会愿意把自己的江山交到逆子叛臣手上。睡吧，不必担心这个。明天我们找张大人，让他快马加鞭往京城传递消息。五王爷带着他的人马北上了。今天那边肯定是知道消息的。
大约不用我们传递吧？要传，还要问问老皇帝和小皇帝，这事该怎么办？他们知道是知道，就担心他们装聋作哑，把云州城当枪使，使过了还倒打一耙。别忘了，老皇帝就这么2个儿子。听了两人的意思，张大人陷入了沉思。你们确定王爷押运着大批粮食与兵马正在北上？确定。好吧，我马上就向朝廷呈上奏书，今晚就派人送出去。说完正事，大人又苦口婆心地叮嘱二人一定要小心行事。那薛家的粮食啊，能偷就赶紧偷吧。大人放心，我们周家与大人共进退，一切都是为了咱们云州城的安危。你们2个别跟老夫说那些吓人的话，共进退又不是上阵打仗，不吉利。两人一边往回家走，一边商量着空间里面的鸡蛋何时开始售卖。最近他们进空间都没有捡鸡蛋了，装鸡蛋的筐子用完了，空间里也堆满了。商量过后，决定过几天再卖，等到云州城的整体环境再缓和一下。两人进到空间里，他们打算今天就去薛家偷粮食。他们空间里就留了10几袋粮食，还是留给自家人的。如今呢，他们要管的也不仅仅是自家这几口人，除了隔壁2个院子，还有朱大夫一家、梁大夫一家、周大山一家、王小五家那边也得多少照顾着。这算一算，都小100人了。中间没有种粮食了，这10几袋粮食不能动。今晚上村中还要散粮，上一次散了2万斤，这次不用2万斤，可至少得1万斤吧。现在离天黑大约还有1个半时辰，往薛家藏匿粮食的酒窖而去。但是旱灾来临之后，酒窖慢慢就停产了，没有粮食酿酒呀。公子夫人，酒窖里面一切如常，而且守卫也松懈了许多。我和夫人要进到他们藏粮的仓库里去看看里面的粮食，你带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以后，你们的人就在外面守着，不准入内。我们很快就出来，如果外面有人，你们想办法把人引开。公子夫人，你们大约需要多长时间？他们每过2刻钟便会到这边巡逻一次，每支巡逻队伍15人，我们只有3人，万一打起来，肯定会惊动其他2支队伍，我们恐怕……我们会控制在2刻钟之内出来，如果时间到了还没有出来，你们也不必担心，只管在外面等着就是。若是有人来了，你们便给我们发个信号。如果这些人要进粮仓，你们也不必惊慌，不必冲进来救我们，随便弄些动静，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开就是。3人看向周公子，按夫人说的做就是。如果有人往这边来了，你们就拿石头敲一下窗子，然后自己藏好，不要露面。张大人也真是的，那时城中那么多难民没有粮食吃，我还以为粮库当真是一丁点粮食也拿不出来了。难民不值钱，张大人的心里大约还是想把自己本辖区的百姓顾周全，然后才是难民吧。周泽勋速度很快，1分钟就能扔个30-40袋进洞里。他们没打算一次性将这屋子搬空，准备工作没有做充足，所以只要700袋就好。一切顺利，数完了700袋粮食，没多拿1袋，然后还花了一些时间将缺失的粮垛外围重新堆砌起来。爹，这2日做工的人找得怎么样了？满城都是求着找工作的，不是难事儿，我都挑得身强力壮的去做。城里那些铺子都在修缮当中，今天带了几个匠人出城去了小沙地村，这些天就让他们去画图纸。小沙地村的村民不愿搬走，还得想想办法。他们自己不愿离开的话，我们就请官府帮忙，请他们离开。说到底就是怕离了那村就没有活路了。我想着我名下还有30亩地，春芽要嫁人，阿通要念学，我们2个老家伙……爹娘，你们把你们的地租出去吧，你们2人跟我们住。这事情不是一开始就说好的吗？爹娘，你跟我们去小沙地村住，那么大一个地方，我跟雪儿撑不起来，还要靠您2位打理着。那我便把我们那些地租给这些人，让他们搬过去，剩下的人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说到这里，院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去开门。来啦，是谁啊？很快郑通就跑回来了。爹娘大哥大嫂，你们去看看，瞧瞧你那熊样，咋看你爹跟你大哥一点都不像，一点都没男人的稳重。薛少爷大驾寒舍，
不知何事？有何事？本少爷特意来请周家当家人到府上做客，还请赏脸。怎样，请吧。今日天色已晚，薛少爷先请回，明日我们周家再上门拜访。周家如今真是好大的威风，我作为薛府长孙，亲自过来请你们，竟也请不动。薛公子说笑了，老夫这便随公子去府上拜访。你现在也不姓周了，估计也当不了周家的家了，还是请周公子与郑先生一起去吧。怎么当不了？不过是换个姓罢了，我依然是这家的一家之主。那也行，请吧。爹，我也跟你一块去。不必，薛府是请我们家当家去，可能是有什么要事相谈，你今日累了，早些休息吧。周泽勋却不管他，已经往外走去。你快去把你男人拉回来。娘，没事儿，阿勋跟爹一起去，放心。哎呀，你